在很多军迷的印象里，台湾空军的现代化是从 F-16V、IDF 这些高科技战机开始的。可你可能没意识到，在这些闪亮的现代机翼背后，撑起半个世纪的台湾防空任务的，是架早就被外界贴上过气淘汰标签的老飞机 F-5。它没有隐形外形，没有超巡能力，没有能秒锁敌机的 AESA 雷达，但它飞过的航迹几乎覆盖了台湾空军的全部故事，从冷战到导弹危机，从年轻飞官的第一次起飞到父子两代共享同一架座舱，这不是一架简单的训练机，而是一种时代符号。它的设计初衷是为了给更多盟友低成本的守住天空，可在台湾，这个低成本被硬生生飞成了高价值，飞了50年还在前线站岗。所以 F-5的退役不只是飞机离开跑道，而是一个时代的告别。一旦你理解了它背后的意义，你会发现我们告别的不是一架战机，而是半个世纪的安全感。半个世纪前世界还是美苏冷战的棋盘。1960年代的台湾站在棋盘的前沿，却口袋并不宽裕。高性能的战机动辄造价惊人，不是想买就能买得起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美国的军事援助计划像一只伸过来的手，把一款看似朴素的战机推到了台湾面前。 F-5， 它的外形并不张扬，机身修长，2台小推力涡喷发动机并排，维护简单，油耗低，价格只有主力机种的一半。对台湾来说这不仅是一架飞机，而是一次量身定制的机会，用有限的预算换取尽可能大的天空安全。当时的任务很明确，替代老旧的 F-86， 补上台海防空的漏洞。第一批飞行员被派往美国亚利桑那的沙漠基地受训，他们穿着印有 ROCAF 的飞行服，在陌生的跑道上第一次拉升那条细长的机身。几个月后，首批 F-5架机回到台湾，机轮触地的瞬间，不只是新装备入列，更是冷战棋局里一个前线国家握住了属于自己的底牌。F-5抵台后，很快就成了台海上空最忙的身影。它不像那些只在阅兵时出镜的明星机种，而是每天都在天上跑班表，白天夜间都要飞，随时待命去迎接可能出现的敌机信号。空防巡逻对飞行员来说是消耗，对飞机来说更是考验。可 F-5的耐用和稳定，让他一次次在任务里像老黄牛一样扛下全程。除了守天空，他还有另一份更重要的工作，教飞行员。几乎所有后来能驾驭先进战机的台湾飞官，第一次把手放在战斗机操纵杆上时，摸到的就是 F-5冰凉的金属握把。资深飞官常说，你对他的第一印象决定了你以后飞不飞得好。那种紧张感不是因为害怕失误，而是因为你知道这台飞机见证过无数人的第一次飞行，也决定过无数人的飞行生涯。在一些未公开细节的台海对峙记录里， F-5也曾直接拦截过逼近的对岸侦察机。没有雷达锁定的豪华配置，靠的是飞行员的眼睛和判断，把敌机逼到脱离航线。那一刻，它不再是训练机，不再是替补，而是站在第一线的前锋。按理说，一架战斗机的服役周期能撑到20年就算长寿了，可 F-5在台湾硬是飞了50年。秘诀是什么？不是奇迹，而是一连串土办法的技术魔法。从90年代开始，原厂的零件供应逐渐断货，机务人员就开始自己想办法，能买的买，买不到的就拆旧机改，或者干脆在本地用逆向工程重新做一套。航电设备落后，那就给它换上新型雷达，加上 GPS 导航，升级火控系统。武器挂载不够灵活，机翼加固，挂架改造，让它能挂新型导弹。这些改装就像在一辆经典老车里塞进现代引擎和触控屏，外表看着还是熟悉的线条，驾驶舱里却多了数字化显示、夜视能力和精准投弹系统。F-5没有因为年龄被淘汰，反而在一次次改装中越飞越适应现代化任务。机务们私下笑称，这些飞机早就不是原厂的 F-5，而是 Made in 台湾的混血战机。他们能继续飞，不是靠命硬，而是因为它背后有一整支把它当家人的维护团队。有人说，如果没有这批机务， F-5可能20年前就静态封存了。在台湾空军的飞行员圈子里， F-5从来不只是个编号或装备清单上的一行字。对很多人来说它更像是一个长辈，严厉可靠，又在关键时刻护你周全。有飞官回忆，他的父亲当年也是飞 F-5的，几十年后自己穿着飞行服爬进座舱时，
发现仪表台上的那微小的划痕，就是父亲当年执行任务时留下的。那一瞬间，他觉得自己不是在单飞，而是在接过一段历史。F5还是飞行员之间的师徒机，新人第一次飞单座，前一周通常都会跟资深教官一起飞双座型，学的不是花哨的战术动作，而是如何在空中冷静下来，判断方位，处置突发状况。很多人说，第一次真正落地时，心里最想感谢的不是自己，而是那架带你安全回来的 F5。他也见证了牺牲。过去的几十年里，有飞官在紧急状况下选择把飞机带离村庄，自己却没能跳伞生还。同行的人会说，他和 F5 一起走的。这种话没有煽情的意味，而是最朴实的敬意。因为在他们心里，飞行员和飞机是一体的。2025年7月，台东制航基地的天空格外蓝，跑道两侧站满了穿着不同年代飞行服的老飞官，有的头发已经全白，有的还戴着墨镜，但眼神都不约而同地盯着那片起飞线。F5编队缓缓滑出机棚，琥珀涂装在阳光下闪着金属的光。塔台里传来最后一次呼叫，机务人员排成一列，静立不动，就像几十年来每一次出勤前那样。发动机的轰鸣声响起，带着一种不舍的决绝。他们都知道，这一次起飞落地后就再也不会归入战备序列。当编队滑起最后一个大坡度爬升，喷口在空中划出白色轨迹，全场的人都抬头跟着那条线移动。有人举起手机拍照，但更多的人只是用眼睛死死记住，因为他们清楚，这不是一场表演，而是一段历史的终点。落地时，塔台广播响起，任务完成 ，F5全员安全归航。飞行员摘下头盔时笑得很轻，但眼角都是红的。机轮停下，机务缓缓伸手拍了拍机鼻，像是在跟一位老战友道别。那一天，不只是几架飞机退役，而台湾空军半个世纪的天空安静地合上了一页。F5停在机库底的那一刻，他的任务结束了，可他的影响还在跑道之外延续。半个世纪里，几乎所有现役台湾空军飞行员都在他的座舱里完成过第一次单飞。这意味着他不仅守住过天空，也塑造了一整代人的飞行基因。战术上， F5给台湾空军留下了一个独特的遗产，用低成本高勤务率的方式维持战备。它证明了不一定要是最新最贵的装备才能形成有效的防空网。很多后来引进的战机，无论是 F16V 还是 IDF 升级版，都在训练体系上继承了 F5的模式，严格的基础课，稳定的操控习惯，飞行员与机务的默契配合。文化上，它早就超越了军事装备的范畴。航空展上的静态展示机、收藏家的模型、老飞官书房里挂着的那张黑白照片，这些都是 F5在退役后依然活着的证据。它成了一个符号，代表了台湾空军在资源有限、压力巨大的年代里，依然能在天空上保持存在感的精神。有人说 F5的最后一飞不是落在跑道上，而是落在了台湾人的记忆里。那片记忆会像它的虎斑涂装一样，永远不褪色。你呢？您知道第一次 F5是在新闻里、模型店里，还是跑道边亲眼看过它？在你心里，它是一架战机，还是一段故事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记忆。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，别忘了点个赞，并分享给同样热爱天空的朋友，这样我们就能够在下一次继续追那些飞过半个世纪的航迹。